其实今天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个分享呢？其实就是，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蛮多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某一种的趋势，那我就觉得，哎，好像跟我们明年的一个能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那我就觉得，哎，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啦，因为我相信呢，那我相信呢，就是我其实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分享过，就是在可能你看到我的 YouTube 或者社交媒体讨论这个赤马红羊，那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先做一个分享。那当然，明年的一个运势的工作坊，因为如果大家有追随我一段时间的话，你会知道我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启动的工作坊，对吧？那我明年呢还是会有。那今天呢，只是我们以另外一种的角度来切入这个2026还有2027，以一个总体来看，我们到底要如何去理解它，还有要如何去掌握这2年一种比较特殊的能量。那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是在刚进入9运的前期，我们在2024年就进入9运嘛。那今年是第2年，明年是第三年，在这个9运里面。那我就觉得呢，这个赤马红羊跟这个9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或者有一种蛮有趣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就生成了这个工作坊。那今天的这个工作坊我先想问大家，大家对赤马红羊这个说法，你们大家有多理解呢？你们是有听过吗？还是没有？还是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参与这个工作坊？OK，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出席的，应该都有听过。OK， 我们有一种说法呢，叫赤马红羊劫。OK， 那其实是有一个劫字的，劫呢代表就是一种灾难，有一个坎在那一边。那就是说我们在经历这个赤马红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问题或者一个挑战，让我们去面对，这样子。那这个赤马红羊到底是什么 ？OK， 那其实呢，其实也非常容易的理解。那你看赤马其实就是红色的马，对吧 ？OK， 然后红羊就是当然是红色的羊。那我们转换成我们的命理的词汇里面的话，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丙午年，还有丁未年。OK， 那如果你不熟悉这些词汇的话，也不用紧。那丙呢，它代表的是火。OK， 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好像火的颜色，就是红色，所以我们就称它为赤马。那丁呢，也是火。OK， 那它当然它的颜色也是红色，所以我们就叫红羊。那这2个年份呢，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变得这么重要？因为呢，我们明年 2026年跟27年就是我们的赤马红羊年。OK， 赤马红羊年。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一点历史了。OK， 为什么会有这个赤马红羊这回事 ？OK， 那其实，在我们的古代，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词汇呢，这个说法其实就已经流传非常久了。OK， 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在北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张天师，就是在道教里面的一个好像领袖或者一个领导这样子。他曾经呢是在被招入皇宫为这个皇帝服务。OK， 那他曾经呢就这个张天师呢张继先啊就曾经奏告这个当时的皇帝啊，他就跟他说啊，这个赤马红羊之恶即将至，他说你要小心。OK， 他就是当时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告诉这个皇帝啊，这2年呢即将要到来。OK， 所以呢你要小心。那当然了，在当时这个北宋的皇帝啊，他们呢就是过得比较昏庸一点。OK， 他呢就没有把这个建议呢听进去，那他们继续呢去享乐，然后不理朝政这样子啊。所以直到呢来到了这个公元126年的时候，就是丙午年啊 ，OK， 就是在那一年呢，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叫靖康之难或者靖康之耻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啊？那如果大家有学历史的话，就是它其实呢就是这2位皇帝呢被这个当时候的这个金朝我没有错的话，所以就的士兵啊抓走了。OK， 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皇帝或者领导人被抓走，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OK， 呀，所以那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丙午年啊，就发生了一个这样子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那再来呢，我们其实在比较这个赤马红羊啊，成为一个比较重大或者大家会比较相信，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是在南宋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呢，他叫柴望，那他写了一本书叫丙丁归鉴。OK， 丙丁归鉴。那这个人啊，他相传呢，他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他写这本书啊，到底是在写什么呢？那其实呢，他就去总结。OK， 从战国时期 ，OK， 战国时期就是非常早期的时候，到后汉时期这1260年间，我们在他们所经历的丙午丁未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赤马红羊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OK，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其实他就是要去警示。或者呢，他其实是要当时啊，这个南宋呢也是遭受很多这些外患，给他们国家呢也会有很多问题。那他就希望写这本书来总结这些赤马红羊的一些问题，然后跟皇帝说啊，哎，你要开始认真管理这个国家了。OK， 那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你也会遭受同样的一些灾难。 OK，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本书啊，然后这个赤马红羊的这个说法呢就变得更加的流通，或者大家都会觉得哦，真的有这样子的一回事。 OK， 就在这2年呢真的会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来到比较近代呢，OK， 那相传呢，在近代啦，也有一个人呢，也曾经提到这个所谓的赤马红羊。OK， 那他就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那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啊，他就说：万象阴霾扫不开，红阳捷运热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OK， 那当然了，这一个诗呢，也有很多人质疑啊，其实不是他写的。OK， 那他只是来好像但是就是我们也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诗歌。OK， 在当时候啊，那这孙中山呢，当时候是在一个清朝的末代，他在最后这清朝快要灭亡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他的一个想法呢，其实是希望啊 ，OK， 要进行一种改革。OK， 他希望啊，这个国家呢可以好像变得更好。那他就把他的希望呢放在一个所谓的红羊节。OK， 那在他这个诗歌呢在写的时候啊，是大概1899年
OK， 在快要进入19世纪1899年的时候 ，OK， 那它最靠近的一个所谓红羊年啊，其实就是在它的7、8年过后，就是在1907年。OK， 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他可以寄望有把这个红羊节呢快点到来 ，OK， 希望呢可以把国家的命运进行一个扭转 ，OK， 让它变好 ，OK 呀，所以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啊，那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赤马红羊啊，到底是真的有一个很特殊的力量吗 ？OK， 因为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啊，它其实很多人呢是把它当成对当代或者当时候的一个统治者，可能是皇帝啊 ，OK， 告诉他们，你们要认真管理 ，OK， 你们要做好领导人呀，所以他们就用这些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警示当时候的皇帝，告诉他，你们不要在那边胡非作歹啊 ，OK， 或者来不管朝政啊 ，OK。那另外呢，他也可能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因为有刚才有说了，有那个丙丁归建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呢，它突然也变成了一种符号 ，OK， 希望拿来革命的一种符号。OK， 那就是说，哇，我们把希望放在这一年 ，OK， 来好像有一个暗示，就是说啊，有一些事情啊一定会发生在这个时候，所以它也变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那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是一个命理玄学的一个工作坊嘛，对不对 ？OK， 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有它的一种力量吗？或者它真的有一种影响吗？这2个年份 ，OK， 那我本身呢就去回看，在最靠近我们的这个所谓赤马红羊这几次的一个赤马红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那我们在我们先从1840年 ，OK， 1840年到1850年之间。那这个赤马红羊的年份呢，是在这个1846，对吗？对，1846 ，OK， 1846、1847这个年间 ，OK， 那我就去看当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其实啊，在我们1840年的时候，中国啊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这个所谓的鸦片战争 ，OK， 那不知道大家对中国历史有多理解啦？那我本身呢也是有限 ，OK， 我中学的时候可能我不是很认真的上历史课了 ，OK， 但是我大概知道这个鸦片战争呢是当时候啊这个英国 ，OK， 他们为了要进入这个中国，那他们呢就去好像强硬的去进行一个对抗。OK， 因为中国那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港口给关起来，他们不要让这个英国的势力还有这些销售鸦片，那么就为了要反抗，他们把他们的港口关起来。OK， 那英国人当然就不爽 ，OK， 他就非常不要这样子，他要去要求中国开放 ，OK， 那所以呢，当时的清朝啦，不是中国 ，OK， 在清朝呢就要他们去开放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生了这个战争。OK， 那这个年间呢，直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候。那直到呢，在这个1850年开始的时候啊，就进入到了一种所谓的好像太平天国的一个叛乱，可以说内战或者叛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当时的话，就是在南部，在中国的南部，在广州啊这一带呢，就有开始一个叫一个组织 ，OK， 他们就要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改革 ，OK， 他们好像有一点像要反这个清朝这样子 ，OK， 那这1850年呢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叛乱 ，OK。
那在接下来的一个比较靠近的丙午年呢 ，OK， 是在我们的1906年到1907年这2年是我们的赤马红羊。那一样的，它非常有趣啊，这里待会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其实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赤马红羊呢，它其实在那一年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OK， 跟这个1840年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前面，在1840年。然后这个时候呢，是在1900年的时候 ，OK， 他们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叫做八国联军 ，OK， 进入到北京。那这个事情呢，也是造成了整个清朝啊，到最后呢，走向灭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好像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子。OK，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话，我们的清朝呢是在1912年呢就灭亡的 ，OK 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啊，也是在这个当时候的清朝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OK 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到最靠近的。OK， 到最靠近的一个丙午年呢，是在我们的1960年。OK， 在1966年。那丙午年呢是1966跟1967，是我们的丙午跟丁未年。那这2年呢，其实就发生了，在中国就发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OK， 那我在去看历史的时候，我又发现呢，在往前推的时候。OK， 再往前推的时候，在1960年呢 ，OK， 其实呢也发生了一个在中国啊有一个叫3年的一个大饥荒 ，OK， 当时候呢也是死了非常多人，这个因为这个大饥荒的问题 ，OK， 那到最后这个大饥荒呢，然后就来到66年呢，就发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我也去看其他国家，当时候也是有发生什么事吗？那除了这个中国有这个大革命以外，它在越南，也在美国，还有这个中国也跟越南呢有一个所谓的越战在发生，在同一个时间。OK， 那来到最靠近的 ，OK， 就是即将我们会进入的一个赤马红羊啊，就是我们的2026年。就是明年 ，OK， 那同样的 ，OK， 我发现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相似度，就是呢在往前推的时候，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OK， 同样也发生了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事情呀 ，OK， 就是我们的 COVID， 我们的这个疫情。那这个疫情呢，就导致了我们整个世界啊，当时呢是封锁啊 ，OK， 我们很多的工作，还有一种上班的模式，我们生活的方式 ，OK， 甚至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上网课 ，OK， 可以直接通过 Zoom 来交流。那很多时候啊，是因为这个疫情当时的这个情况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OK。那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那一个发生一个重大事情啊，都是在前面 ，OK， 1840年、1900年、1960年，还有2020年 ，OK， 那这些年份呢，非常有趣的是，其实都是在庚子年 ，OK， 那大家可以去查看，都是在庚子年呀，然后所以呢。但是呢，当他来到这个丙午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问题，这个情况的一个延伸 ，OK， 那个延伸。那待会我会跟大家解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一个到底这个能量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所以呢，当我去因为我本身啊，其实当我听到这个赤马红羊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本身也是持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吗 ？OK， 或者是一种诅咒吗 ？OK，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如果了解我的话，我时常会觉得，哎呀，这种事情、这种灾难，时常都会发生的啦。
OK，无时无刻我们的世界其实都是时常在发生。那到底是真的有一个趋势吗？还是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在里面吗？所以呢，我就去做了更多的一个挖掘，还有去理解，去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OK， 那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赤马红羊啊，我们就要先来理解这个马年跟羊年到底有什么特别。OK， 为什么是赤马红羊，而不是什么赤鼠或者其他的老鼠，好像老鼠啊、兔子啊、羊啊、龙啊这些，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为什么是马跟羊 ？OK， 大家有想过吗？因为如果你懂这个地支的话，其实其他的生肖、其他的地支也是可以配一个火的元素，对吧？那为什么只是唯独配马跟羊呢